你有没有想过，一架飞机好好的，天气也不错，通讯也正常，突然就那么没了？什么求救信号啊、残骸呀，什么都没有。就像你笔记里写的那些事儿，想想都有点发毛。今天呢，我们就根据你这份关于飞机失踪的笔记，来深入聊聊几个真实发生但到现在都没解开的这种神秘航班的故事。咱们主要不是去破案啊，就想一起感受一下这些故事里面的谜，还有那些背后的人和事儿。好，那我们这就开始吧。一起看看这些悬在空中的谜案。你笔记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那个特别传奇的女飞行员阿梅里亚·埃尔哈特。哇，那可是个大明星，1932年独自飞越大西洋，多厉害啊！但是1937年她不是挑战环球飞行吗？快成功的时候，在太平洋上空，人和飞机就这么消失了。对，阿梅里亚这个事儿之所以这么抓人，不光因为她有名，关键在于，就像你笔记里梳理的，什么油用光了迫降啊，或者被抓了，甚至说找个荒岛隐居了，各种说法，但都没证据。一个这么全球都在关注的人，就这么就是完全消失在未知里，这个事本身就特别有戏剧性。当然，这也反映了那个年代，就是早期航空的风险确实大，技术跟不上。但他的案子就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确实是，说到这种时代符号啊，你笔记里还整理了格伦米勒，二战时候那个摇摆乐之王，他的音乐在当时就是给人希望的。结果呢，1944年他要去巴黎给美军演出，结果飞机从伦敦起飞，天气特别糟，大雾还冷，然后也就没消息了。官方说法就是天气或者飞机本身出问题，掉进英吉利海峡了。但你笔记里也列了那些别的猜测，什么秘密生病啊，甚至有说被自己人误炸的。几十年了，一直有人说。对，战争这个背景啊，确实让类似的事变得更复杂。你想，信息可能不透明，调查也许就没那么彻底，再加上米勒他本身影响太大了，所以各种猜测甚至是阴谋论就很容易出来。你看，这个跟阿梅里亚那个失踪还不太一样，时代背景给这个谜团加了完全不同的色彩，核心都是消失，但故事很不一样。没错。然后你笔记里花了好多篇幅说那个百慕大三角，一说飞机神秘失踪，这个地方肯定绕不开。最有名的就是1945年那个19号飞行队事件，五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搞训练呢。结果报告说指南针坏了，完全搞不清方向了。最后听到的就是代长说，等第一架飞机有少于10加仑，大家就准备在海上一起迫降，然后就全没了。而且更邪门的是后续，派去搜救的一架挺大的水上飞机，上面还有13个人呢，也跟着失踪了。当时有艘游轮报告说，在大概那个区域看到天上有个巨大的火球，像是爆炸。你想，6架飞机，几十个人，一天之内就这么人间蒸发了，连点油资啊、一小块碎片啊都找不到。这在航空史上真是太罕见了，简直像编的故事。对呀，太不可思议了。你笔记里还连带着提了英国南美航空那2起，那个星虎号和星鹰号，也是在飞往百慕大或者从那边起飞的时候没的。星虎号是当时好像因为加热器和指南针有问题，飞得比较低，然后就联系不上了。星鹰号就更怪了，天气好好的，飞得也高，正常巡航呢，刚跟地面通过话报了位置，下一秒咔就没声了。调查报告最后只能写可能是某种外部因素一下子就压倒了飞机和人。这个某种外部因素，这词儿真是太引人想象了。是极端天气，还是说飞机有我们不知道的技术问题，或者别的？在没有黑匣子、找不到残骸的情况下，这种推测几乎是调查报告里唯一能给出的解释了。但它其实恰恰说明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看你笔记里把这2起跟19号飞行队放一起比较，他们都有这种就是彻底的没法解释的消失模式。不过也不是所有谜团都永远是谜。你笔记里举了个例子，1947年在安第斯山脉消失的那架兰卡斯特运输机，失前是不是发了个很奇怪的代码吗 ？Standak， 当时也是各种猜什么 UFO 啊、纳粹黄金呐、都出来了。对，结果呢，快50年之后，有登山的人才偶然发现了飞机残骸，还有遇难者的遗体。后来通过分析当时的天气啊、飞行员的操作习惯什么的，才推断出来 STNDEC 很可能就是飞行员在遇到极端强烈的气流，飞机失控下坠，而且可能缺氧的情况下，就是拼了命想发出了求救信息，像是遭遇强烈气流正在下降，紧急呼叫中这类意思的缩写，或者是打错了。一个困扰了大家半个世纪的谜码，谜底竟然是这么一个悲壮的现实。这个例子确实说明有些所谓的神秘啊，可能只是证据暂时找不着，但也反过来让那些直到今天连点影子都找不到的失踪显得更扑朔迷离了。比如你笔记里提到的1962年那个飞虎队739号航班，美军的运输机飞过马里亚纳海沟的时候没的。有邮轮船员说看见空中爆炸起火了，但还是老样子，没求救，没残骸，大规模搜索也是啥都没找到。对，你看，贯穿你整理的这些所有案例，核心问题就是证据的缺席，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那所有的理论，不管是看起来合理的推测，还是听起来特别离奇的想象，都没法被证实，也没法被推翻。阿梅利亚、米勒、19号飞行队、星虎、星鹰、739航班，这些故事所以这么吸引人，又让人心里不踏实，就是因为他们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好像在挑战我们对这个世界确定性的认知。回头看看你整理的这些故事，真是，从传奇人物到普通士兵，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飞机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的从雷达屏幕上，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技术是一直在进步，但是偏那么大，海那么深，好像总能轻易的就把我们这点掌控力给吞掉。是啊，而且每一个失踪事件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还有他们家庭那种，永远没法放下的等待和伤痛。这种彻底消失带来的未知感，有时候比确认的悲剧更折磨人。这些事也在提醒我们，就算到了信息时代，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未知的领域，其实还多着呢。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让大家一起想一想，你觉得就以咱们现在的科技水平，卫星啊、全球定位啊这么发达了，像你笔记里描述的那种一架飞机彻底消失，一点痕迹不留，还可能发生吗？或者说会不会真的还存在着某些我们目前还理解不了的力量，或者是什么现象，能让一架现代飞机也这么凭空消失呢？